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东局势，我们要赶快来聚焦。现在伊朗炸了荷姆兹海峡这边之外，现在会出动亮相的2款新武器。今天会带观众朋友特别来看到，包括了尼什飞弹，还有这一款是 AI 的水下无人机，全部都要上战场吗？接下来也会关心到是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部分，美军现在希望组成一个7国联军一起去守护荷姆兹海峡，但是盟友现在都躲着不动作，等于是美军自己要孤军护航吗？川普还拿川习会来做威胁，中国、中俄是否也卷进了这一场战争的火药库？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是这个伊朗革命卫队15日发动了新一轮54轮的真实承诺4的一个行动哦。首度就是动用到了尼什这一款中程弹道飞弹，打击的目标包括击中了以色列和特拉维夫多个城市。当然，现在以色列它的这些整体里面的死伤资讯是完全封锁住的，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真正得知。但是确定的是有击中这几个地点。这一款尼什飞弹，因为是首度亮相，也稍微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它的小档案，包括它是固体的燃料飞弹，射程落在2000到2500公里，可以做随时的机动发射，准备时间相当的短。那么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击中了以色列的要害。再来看到第2款，同样也是首次亮相的，就是它的电动水下无人机了。这个是阿兹达尔，搭配 AI 作战，最关键的地方是它是做锂电池无声的，可以在水下潜伏最长时间达到4天。作战的范围超过了200公里，现在被解读会被美军视为是它在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新噩梦。这2款武器应对到了来自于伊朗的威胁，来看到美国方面也有所动作了，派出了是从这个海军陆战队大约是2500名的士兵之外，还包括派出他的这个两栖攻击舰，这个是迪黎波里号前往中东地区。另一方面，现在呢，川普也拉拢他的盟友们，总共是6国的盟友，包括了中国、法国、日本、南韩、英国，要求他们派自己的军舰来护航荷姆兹海峡。而目前为止，只有日本一国是稍微有回应，说这个态度是审慎来做考虑，其他国家几乎是默不作声，或者是说不愿意加入啊。再来，川普威胁的对象还有北约国家。他说，如果北约你接下来不协助我们来保护荷姆兹海峡的通畅的话，将会非常糟糕。并且呢，他也说了，原定我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这个峰会，现在碰到这种状况是可能延后的。伊朗革命卫队则是发出了最新声明，美军有种就把你的军舰开过来吧。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伊朗的这2款武器，刚刚讲的尼什弹道飞弹，还有这个 AI 的水下无人机阿兹达尔，战力有多强？美军能守住这个荷姆兹海峡，那么避免成为海上噩梦吗？吕舰长怎么看？这个尼什跟以前它的弹道飞弹最大的差别也就是这么长的一个射程，可以远达2000到2500公里，但是呢，以前的通通都是液态的这个燃料，那现在这个是固态的。固态跟液态最大的差别，也就是固态只要它完成举升之后，它立刻可以发射。那液态的话，它要先加注燃料。那加注燃料其实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那而且呢，它这个燃料车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那如果我们来看这里面没有一款飞弹是尼什那也就是我们是做出比较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以前的例如说距离比较短的，那它的这一个多半都是固态的。那液态的话呢，我们感觉起来它的射程比较远。可是呢，实际上来讲，它的缺点我刚刚已经提到了。那这一个距离，我们讲到说，其实它到以色列它要攻击以色列的话，其实它并不需要这么长的一个射程。那它为什么还要用这个2000到2500公里的射程？最主要的，也就是它要那个速度，也就是当我的这一个弹道飞弹呢，我的弹道的那个
塑造越高的话，那其实它返回的速度越快。那也就是像我们刚刚拿的这一张啊，也就是当那个它直接打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它的速度其实会让以色列现在所有的无论是爱国者萨德或者剑士2、剑士3，完全没有办法反击。而且它再配上我们讲到这一种也就是见证者136的这个无人机，其实这就进行一个饱和作战的话，那其实就是这种攻击模式，其实会造成这个战斗系统的饱和啊。那另外我们讲到说这个阿兹塔尔的这个电动水下无人机，那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说它是真的是攻击，还是它只是现在拿出照片来做一下这一个进行认知作战，让大家觉得害怕。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型别来讲的话，现在大家都拿 AI 来说事啊，对，大家都说 AI 怎么样，可是 AI 它需要学习，那它需要蒸馏，那它才知道这种攻击模式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来对比啊，说之前这个在泰国的货轮被打到的这个状况，因为它有比较清楚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部的照片，它在水线之上，可见它不是被这一个水下无人机打到，因为如果是水下无人机命中的话，它的洞就在水下啊。那而且呢，那为什么会打到这个位置？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啊，这个流体力学来讲，它到达这一个车叶这个部分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上扬的部分，那是因为车叶的旋转造成的一个吸力啊，所以它会直接撞上这个。那它撞上车叶或者是舵轮的话，实际上来讲也瘫痪了它的可能性。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个阿兹塔尔，那当然我们对于伊朗啊，不能够太为小看它，因为其实它的大学或者是它的研究机构，而且凭借着它被这个经济封锁这么多年了，它还可以有现在的这种打法，平均一天发动3次的攻击啊。那如果这个的话，那它必须，如果我们讲说一个水下无人机，它要能够成功的攻击，除非是它在空中有这一个无人机的配合，不然的话，它就要有非常完整的，无论是在声学或者是有关于说这个船只通过的压力的特征，或者是我们讲到说这一个有关于这一种部分的除了压力还有磁性之外啊，我们来看这个是去年啊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所展现它的一个囊夹式的一个水雷，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头上面啊有非常多的这一个征收的装置。那我们如果说按照它的构型来做分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白色是一组，黄色是一组，红色是一组，也就符合我刚刚讲的有关于声纹或者磁性还有压力的部分。但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霍姆兹海峡哦，那是不是能够掌握？其实跟海流有关啊，你要放什么水雷都跟海流有关。为什么之前放水雷都不会跑到印度洋去？因为它这外面是有涡流的，也就是它绝对都会被挡住在这个里面。所以任何一个沿岸国家要使用水雷或者是水下无人载具的话，必须要对于水文或者是你的对手的声纹、压力、磁性要有一定的了解。好，面对美国现在面对伊朗的这一场长期消耗战哦，还包括了水雷战，甚至伊朗寄出的各种的黑科技武器。那美国方面呢？美国最近找上了这个说要组成的6国联军，一起来守护荷姆斯海峡。结果北约对他冷眼，那日本还稍微说，我会考虑一下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一群盟友现在只能旁观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请教委员。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军派的这个迪黎波里号，它的战力到底为什么急派从日本派过来？委员怎么看？我先说明一下伊朗的武器哈，尼什这一款弹道飞弹不是新的东西，是2008年就试射，2009年就服役，只是他没有拿到战场上来秀而已哦，差别在这里哈。它没有特别先进，
我们知道现在战争最大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防御的东西精准度要非常高。比如说你要打下一个尼斯导弹，你的蓝翼的飞弹必须准到分秒不差。但是攻击的导弹，它的攻杀范围就非常的大。反正我打不到你左边，爆炸范围影响到你右边就可以了。所以有攻击的武器容易做，拦截武器不好做。所以拦截的武器成本非常高，攻击的武器成本非常低，相对而言，所以变成说我的攻击的武器量够的话，那你拦截的武器基本上效果不会太好。那这句话供那个台湾之盾做参考。对，是有这么一个特色在。那这个从战略来讲你要这样看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维持一个霸权，它靠什么？当然你说飞机啊、军舰啊很厉害啊等等的，这我们不否认。但是主要是它在3个地缘政治上都它控制住了。第一个就是荷姆斯海峡，第二个就马六甲海峡，第3个就是巴拿马运河。如果这3个重要的战略支柱有任何一个被其他人所控制，美国的整个战略布局在全世界战略布局就崩溃了。那荷姆斯海峡现在就其他国家来讲，它是冷眼旁观，因为他们无能为力，还在看美国有些什么战略布局或者战术活动。对美国来讲，他现在派海军陆战队干什么？就表示他有期待要占领荷姆斯海峡上面的所有的小岛。但这是不是长久之计？我个人看法，光这样占领是不够的啊。所以其他国家会觉得，你就派这一点军力，你能干嘛？我去护航，不是被打趴吗？因为在这种地方防守的成本高，攻击的成本低，防守的基本上来讲的话，你风险高，攻击的风险低。就刚才我讲那个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色。那你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谁要帮忙，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哪人帮忙？你也要面对同样情形啊，风险成本高，而且效率可能很低，而对手呢不风险低，成本低，你那个你使这样2008年出来的那个技术水平，基本上成本不高。那你那个什么水下无人机，那其实就水下鱼雷啦，那个程度不能跟93大阅兵中国大陆拿出来那个来比，那差太远了啊。所以当然我们也讲过它很厉害很厉害，可是还好啦，因为这荷姆斯海峡还好啦。那所以你其他国家为什么我去你这种战术，我一看就挨打的局面，我干嘛去啊？这是第一个现实问题，我的成本高，风险高。第二个问题在说，你这个战术要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在荷姆斯海峡跟他对垒，根本不是办法。你要怎么样？要把战争的重心摆到德黑兰去，你才有赢的机会。这个很简单的战略道理，我都看得出来，其他人看不出来嘛？什么意思？你想想看，当时南斯拉夫为什么会妥协、让步、投降？就是你轰炸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轰炸几天？78天。那你利比亚为什么格达费会下台？利比亚的军队会撤出，因为你轰炸利比亚的首都迪利波利，轰炸多少？272天。因为你轰炸他的首都核心，其他的反对力量的军事力量才能集结嘛。你今天不是啊？你今天跑到外围跟他们的这舞文弄墨，怎么在跳舞啊？所以这种战略本身就是会输的。那你说美国有没有能力轰炸这个德黑兰？那 piece of cake， 但是政治的限制让美国做不到，这是美国的问题。就是说，美国会很多人问你你为什么轰炸德黑兰呢？你为什么呢？所以川普一启动这个战争就没有想好，他本来是想要捡便宜，就是我把你哈米尼炸掉了，革命卫队领导炸掉，国防军就会起来政变。哪知道他一直呼吁国防军接管政府，国防军不敢。为什么？你就凭这样一次轰炸就能够使革命卫队退收？那是不可能的。他的规划者从来没有去想过。比那个利比亚的能力比德黑海还差他都轰炸272天那你贝尔格兰都还轰炸78天那你德黑兰这样怎么可能？所以要让伊朗从荷姆斯海峡撤退，必须要对整个伊朗进行空前未有的大轰炸。那如果你美国做不到这一点，
那你政治上的限制，让你不能做。他其实不是军事能力绝对做得到，他只是现在政治上不可能让他做到。那做到的点就是说，让伊朗到达了什么？这个所谓斩杀线。伊朗的经济、财政，还有他革命卫队的实力，在什么样轰炸条件底下会掉到斩杀线以下？那你这个时候伊朗才可能从荷姆斯海峡退。所以你没有这个条件，只是要去荷姆斯海峡做一种防卫作战，那稳输的，那稳输我干嘛跟你赌呢？那如果你看他稳赢了，我跟你讲争先恐后啊。好，现在美国基于政治的原因，在没有办法直接轰炸德黑兰本身哦，那变成骑虎难下。现在伊朗看在眼里，则是持续的对美国挑衅，就说你有种就把你的军舰开过来吧，还说呢我背后还有中俄可以做帮忙。杨老师又怎么看？我们在过去的战争或者是安全议题上有一个法则，它叫做不对称法则。那也就我们通常讲的不对称战争。可这个不对称不是单纯的只是强弱之差哈。如果弱到你实在是根本不可能去做任何局势的影响，你基本上只是弱而已，而不会构成任何不对称能够去扳倒就是强弱之差，然后呢有胜出的机会。一定要有胜出的机会，你才会有不对称法则的这种就是运用。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可能是在强方，因为强方它拥有的这个就是条件呢，可能本身内部有它这个问题，所以它没有那么强，它看起来很强，但没有那么强。他怕的这个损失，他怕的代价，他怕的成本，会造成他自己本身行动的限制。所以它这里面会出现不对称法则。现在在伊朗跟美国的战争当中就有不对称法则。第一个在地缘上。那刚才蔡委员讲了，这个高山的，你要去打地面战争其实有它的困难。那同时，它又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人口将近1亿，然后60%的人是波斯人。那第二个不对称，它是军事上的不对称。美国不是很强吗？在这里，但是美国能够把所有的武器都搬到这里来吗？那最重要是。弹道飞弹跟无人机的确到目前为止，美国以色列也招架得很辛苦。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第3个不对称，那就是能源。能源不只是荷姆兹海峡的这个关闭能源更是就是伊朗跟海湾地区国家的这些炼油跟输出的设施。所以你看，川普打了半天打哈尔科岛，他不敢去打那个炼油设施，为什么？你打他，他打你，他打。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的这些炼油设施，那荷姆兹海峡也不重要，因为没有油可以运出去了。所以，如果你一旦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地面部队或者是轰炸行为，可能这个炼油在这种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就变成一个代价，而这个代价可能大概不是美国或者是世界愿意付的。是，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这场战争现在中国真的出手了吗？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伊朗他自己说的底气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了。等一下一起来关心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各提供了哪一些武器。现在根据了解，初步有包括了苏35、北斗等等掀起全面反攻。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川普一直在说呢，这个伊朗已经彻底被我们击败了，但是怎么样大家看都觉得到现在伊朗都没有任何投降跟停战的可能性。主要伊朗的底气来自于哪里呢？其实许多的专家都在分析说，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给予他的底气。伊朗外长自己这样说的，他说俄罗斯跟中国是伊朗的战略的伙伴。那么德黑兰现在目前呢正在接受2个国家提供给我们的军事的合作。那这当中我们特别来关心到中国提供了哪一些，那么俄罗斯又提供了哪些呢？中国大陆的部分提供的就是北斗卫星，给予它更高的一个精度跟稳定度来做打击，让这个飞弹的攻击可以更致命。
再来看到是俄罗斯根据乌克兰媒体的说法，长久以来秘密提供伊朗它的战机，这当中包括今天看到2款像是雅克130教练机，另外还会再交付的就是它的苏35战斗机了，将会大幅的提升伊朗它的空军战力。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吕舰长，中俄未来还可能提供哪一些武器？那么也来分析一下，包括了北斗跟苏35对于伊朗战力有多大的提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例如说见证者136，或者是刚刚讲到的尼什飞弹，为什么这么样的精准？其实就是来自于它的定位系统。那它的定位系统呢？那当然它用的不会是 GPS， 因为美国它会适时的在交战区把这一个一般民用的 GPS 的这一个码，它的误差变得更大。那美军自己使用军码，那它的这个误差度大概也就是甚至在30公分到50公分这么短的一个距离啊。那但是如果说我们来看看，如果是换成北斗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各位观众左手边的这个是 GPS 的星座，那在右手边的这是北斗的星座，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北斗它的数量是比 GPS 来得多的，而且它的轨道有非常多的多样性。也就是如果我们来看GPS 的话，它都是在中轨道。那这中轨道呢，一般来讲，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在这一个20200的这一个轨道上，这是 GPS 的轨道。那但是呢，同样的北斗也有这个轨道，中轨道。那北斗用的是21500公里的轨道，其实是有一点差别的。但是它还有另外2种轨道，其实这2种轨道其实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谈到的，也就是同步轨道。同步轨道呢，其实一般来讲，只要有3颗星、3颗卫星，就可以完全的包覆整个地球。那它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它可以提供的精度以及它的覆盖率更为全面。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 GPS， 它一共在轨的大部分是30颗星，可是一般来讲，它可以提供讯号的约略在24颗左右。那以北斗来讲，北斗其实就是完整我们刚刚讲的35颗星，而且呢，其实北斗当初它的设计，它大部分的改变了，就是说它的频率使用部分，它尽量避免了跟这个黄色的 GPS 相同。那我们看到北斗是粉红色的部分，我们看到北斗的粉红色的部分几乎都没有跟 GPS 重叠，为什么？因为可能 GPS 也具有干扰的功能啊，那这也是我们讲到的部分啊。那另外，其实北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也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差分式的定位，也就是它有个固定式的一个标杆可以进行定位。其实 GPS 也有，但是 GPS 呢，它的这一个数量比较少。那对于北斗来讲，它全球覆盖有100多个这种标杆。如果说有标杆的话呢，它的这一个误差可以小到只有10公分。那我们来看我们常常讲中国大陆，无论是百度或者是高德地图那其实它的这种都是使用北斗的讯号，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说，以这个讯号而言，它其实还搭配了这一个也就是互联网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如果使用高德地图在中国大陆的话，它可以帮你倒数你的红灯还有几秒钟，倒数3秒的时候，它也会告诉你准备启动。那我去年去大陆的时候，我竟然发现他们还有告诉你前面有施工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上面它其实就是标注出有施工的状况，有施工的状况，你就可以提供那个我们现在这种辅助驾驶，让你预警前面有施工而不去撞到。那它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它就在这个警示灯上面，其实就发送了讯号，然后你的北斗接收器就能够接收。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这个苏凯35的部分还没接收，那也就是目前没有战力，只能够等到未来下一次可能发生的战争才会使用。
好，这个是伊朗接收到来自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军事上面的援助哦，来自于媒体最新的消息。那另外一方面，现在呢，这个美国则是看在眼里，他现在也开始调兵遣将到中东地区去了。首先派的就是2500人的一个本来驻派在冲绳的第31陆战队远征队，然后呢还有再派一艘是迪黎波里号它的2栖突击舰前往中东，目标直指就是伊朗在荷姆兹布设的水雷跟夺岛据点等等。那现在大家在关注美军到底接下来会不会发动地面战？再来就是说，这一支陆战远征队它是大有来头的，被称作是美国的911部队，2001年曾经进入到阿富汗的最前线去打仗。那除此之外，美国还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从日本调派兵力之外，还从南韩调回了包括它的这个萨德跟爱国者系统，前往中东去做支援。现在来自于《纽约时报》做的最新分析，他说呢，美国做这些动作代表的意思就是亚洲不是美国的最新的最优先战场，这是第一个讯号。第二个讯号就是中国影响力提升。接下来会提升。第三个就是各国不能单靠美国的武器来做撑场了。所以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这个部队的意义？第31的陆战队远征意义，美军抽兵力从这个亚洲往中东，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他比较在意中东吗？老师怎么看？我个人觉得，现在美国、以色列跟伊朗打的这个战争啊，如果再持续下去，扩大甚至到地面战，我觉得这就是美国的霸权帝国衰退的一个里程碑了。过去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我们就看到在中东地区，其实美国就不断的在这边被牵制，然后呢，搞得人仰马翻，结果呢，没有任何在这种帝国战事上的成就。那相反的，它反而是展现了比较单边的帝国主义式的这种入侵。这一次呢，其实从就是国际秩序而言，它的攻击，一方面你都跟人家在日内瓦谈得这么清楚了，结果呢，马上的进行斩首，所以也没有当然任何的证据或者是联合国的授权，所以我是觉得在它的军事以外，我们先讲哈，美国的领导在这一次显现的太骄傲了，而且太自以为是，这就是霸权一个最严重的。第二个，他的国内是太分裂了，他的国会的投票完全按照政党的这种对立来投票啊。那我们知道，启动选举之后，这个可能会变。第三个呢，就是他的盟邦啊，现在完全都不跟他一起了。澳洲已经第一时间跳出来说不会派军舰到荷姆兹海峡。那接下来这军事呢，你的战略目标不明，然后你的战术又被动，你现在派任何的部队，其实你再经过轰炸或者是地面的战争，以伊朗这种9100万的人口高原的地形，然后它可以破坏整个区域的这种石油设施，其实它就跟你基本上玩这种所谓的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零和游戏。那美国自己本身大概玩不下去，所以他到一定的时间，他做这个停损点的时候呢，等你真的如果搞下去，你再做停损点，其实到后来损伤最大的是自己。还不如干脆在这个3月底以前哦，赶快就是自己宣布胜利，停火、停战，然后你去看伊朗怎么办？他会继续打个3天5天，他也大概会停下来，那就进入到冷和的这种状态。这是以前伊朗跟美国的、跟以色列的这种情况。那这样子至少双方都有机会去喘息，然后不会把事情恶化。美国不会在这个问题当中把自己的霸权的地位给赔进去，荷姆兹海峡慢慢的也可以恢复。是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来看，那针对于未来有没有这个专家做了一个预言，就是美国的霸权是不是会在这一次的战事上面崩解？那预言这一次的其实就是加拿大这个华裔学者，他叫做江学勤，他有这个江先知的称号，尤其是在2024年的时候公开讲座，精准的预言了几件事情。首先，他预言说川普会在当选美国总统，副手会是范斯。他也预测了是说2025到2026，川普将会对伊朗开战，结果全部兑现之后。又有第三个预言，所以大家备受关注，就是因为他说了，美国会输掉这场战争，石油美元体系崩塌，美国霸权会永久动摇，全球秩序会因此重塑。委员怎么看？这些所有的预测当然是很有趣了哈，不过
江学勤先生哈，他是那个耶鲁大学还是牛津大学部毕业的，然后在北京大学的附属中学里面教书啊，他教的课就很有趣，他教历史的啊。他本来是学英文，后来教历史啊。那教历史啊，他很喜欢用历史来揣测未来。然后他的框架是谁呢？用谁的框架呢？他的框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他的框架是波士顿大学教授，一个在美国非常有名的叫 Isaac Asimov 啊。他其实是一个科学家，他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写了很多这种历史寓言小说，蛮有趣的，我看过几本，蛮有趣的哈。那他在这个江学勤在2024年5月29日的 YouTube 上面哈，发表了这个说他预测这个川普会当选美国总统，副手叫 JD Vance， 这个时间点应该不叫预测啦。哦，这个时间点，因为在3月份，川普已经被提名美国总统了，可是民主党的人还没出来，民主党还在到底是要拜登呢，还是要谁啊？还在弄啊。民主党到了8月才出来哈，然后在4月份哈，范斯就是在副总统名单的第1名。啊，所以这个不叫做预测，而是那个时候全美国所有的赌注都认为川普会赢啊，范斯是副总统，所以这一步我们不能够把它当做他的预测。大家很神的地方是说，预测到川普会对伊朗发动战争哈，那这个他是在2024年5月29号预测，这是很神。但是他的典故是来自于我讲的那个Isaac Asimov 的小说啊，情节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他做了一个预测哈，未来说美国将输掉这场战争，那就看你怎么去定义输跟赢。这场战争最诡异的地方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对方输，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自己赢，这很特殊的。但是我从战略角度来讲，美国如果失去了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那绝对是美国输。因为军人死伤几个，导弹用几个，那已经不是重点。在看战争啊，先看大战略。大战略的要点，如果输了就是输了。那美国输就输在荷姆兹海峡是不是被伊朗控制？那伊朗的确被打得很残破，这个政权能不能持续下去，我也不乐观。但是如果以后伊朗控制的荷姆兹海峡可以威胁所有的波斯湾国家，这伊朗在战略上的大胜。即使全国人民死一半都值得。平常心讲，从战略角度来看是这样。那荷姆兹海峡当然跟以色列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让伊朗控制了荷姆兹海峡，伊朗以后可以发展更多的军力，你以色列就会更麻烦，所以以色列会输。所以输赢我的标准是，当然别人不一定，我的标准就是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到底在你美国手上，还是未来会跑到伊朗手上，这个是判断的标准。那美元体系不会瓦解啦，你只要看看这一场打了以后，石油价格暴涨，美元也跟着大涨啊。反而大家是抛黄金、抛股票，为了去买石油，所以大家去抢美元。好，所以但我知道很多人对石油美元的定义啊，可能跟经济学家的用的定义不太一样。当时的石油美元的定义是，美国自己拿美元来买石油，那当时是美国是石油最大进口国嘛，是用美元来买石油，所以阿拉伯国家、产油国家手上很多的美元，那美国就答应他们说，我让你们随时可以在美国投资任何东西，所以美国的资本市场对阿拉伯国家全面开放，是，所以阿拉伯国家拿到美元，他就没有这个担忧，但是俄乌战争就造成一个结果，原来美元还可以被冻结的，还可以被没收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去美元化，很多国家开始买黄金。可是美元一直处于弱势，一直落到了这一场战争开始。你要发现，要买石油，美国不用买，我们买石油还是只能用美元，因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都有一定的限制。比如中国大陆很大，那人民币为什么行不通？只能很局限的使用，是因为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没有开放。然后日本的资本市场相对美国资本市场又太小，是。那欧洲就更不用讲了，那个欧元是蛮残破的特别是俄乌战争一打，所以全世界现在可以通行来买石油还是美元，所以美元现在已经涨破了指数100，它是3年来第一次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所谓石油美元体系瓦解
因为我不晓得他所谓的瓦解的定义是什么，这个可能会含含糊糊解释了哈，但是美国霸权永远崩溃，永久崩溃哈，霸权永久崩溃的焦点就是我讲了，它必须3大战略控制点失掉至少一个，荷姆斯海峡、马六甲海峡跟巴拿马运河。那如果未来3个还在它控制底下，那你说霸权会结束，可能还早。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中东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厚。今天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它的700枚的飞弹、3600架的无人机狂轰哦。那么美军的战损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会帮观众朋友一起做整理，包括了7架的加油机受损之外，战损现在真的是狂飙。纳坦雅胡的部分，今天也会来关心是不是遭到斩首了呢？因为人消失了好一阵子了，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了嘛，这个伊朗它出了一个最新的攻势，也就是针对以色列又狂轰了700枚的飞弹、3600架无人机哦，朝着以色列发动。那么我们来看到目前呢，美军在中东多个军事基地，还有它的资产跟以色列内部的战略设施都是受损的，这个是在它的伊朗的打击范围内。赶快来看到目前的最新数字损伤，来自于伊朗的说法，美国跟以色列部队的死伤人数已经达到了伊朗估计5000人这么高。但是我们来看到美国国防部最新给的数字是13名的美军士兵阵亡，140名的士兵受伤，当中8个人是伤势最为严重的，这个是在这个军人的损伤。那么我们来看到军事武器上面也有哪些的损伤呢？主要的都是这些美军的核心的战略装备，现在开始出现了重大的损失。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一架的 KC-135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的西部坠毁，机上6人全部丧生。另外一个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的空军基地了，5架的美军空中加油机一样是遭到攻击之后受损。以色列呢，以色列方面也撑不住了，原因就是因为真主党对以色列狂轰，总共是200枚的火箭、20架的无人机。那么伊朗革命卫队甚至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还活着，维持继续追捕，并且会杀死他。但是现在有关于纳坦雅胡到底人是否已经遭到斩首的说法不一，因为有各种很奇怪的影片。首先是纳坦雅胡最近公布了一个影片，是说他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出现了6只手指头，所以大家就在看说这个影片是造假的吧？是否是 AI 做成的？再来，今天又有一个最新的影片，是纳坦雅胡他人在一间咖啡厅前面手握着一个咖啡杯，但是呢，他的这个指头上面第4根手指头还有一个戒指，但是在这个画面上拍摄的时候，这个戒指的高度一直不断的移动，所以呢，网友就说这个也是 AI 所制作成的影片吧？还有咖啡厅的时间。现在看起来也都跟不上，对不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教委员有关于死伤的。伊朗说美军死伤5000人，美方只承认13死140伤，数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再来就是美军的空军的加油机近期频频的受挫，代表伊朗找出美军的最弱点了吗？委员怎么看？从俄乌战争，我们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哈，敌对双方一定会夸大对方的损失，然后这个隐藏自己的损失，这很正常的哈。那伊朗革命卫队说，美国、以色列的部队死伤人数有5000人，如果包括以色列部队，不晓得，因为以色列也没有提到他哪些部队被攻击到，因为他并没有这个真正的部队进入伊朗，那有损伤应该是在黎巴嫩的这些地面跟部队吧。那美国呢？美国的死伤人数应该不会太多，原因是什么？他找到空城计，大概测的差不多了。只有那2个在几个6、7个在伊拉克的傻蛋，听到说，哎呀，无人机来了，嗡嗡嗡那么大响，他还觉得没什么、啊，就被炸了，是比较特殊的案例哈。那美国有没有死亡那么少？可能也不会那么少哦。但是你现在根本无法去查证。但是这个不影响双方面的战力，这么这一点不影响，完全不影响哈。
那你说美国的中东的军事基地，这个被炸，那个被炸，好像军事资产赔很多，这一点钱对美国还 OK 啦。但是以色列的战略的设施到底损失多少，并没有可验证的资料哈，所以我们可能再看一下。那美军有所谓的6架受损，1架受损，对美国是没有影响。大家可能不晓得，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有多少？560架，所以这一点对美国还不构成为难。因为全世界这个空中加油机现在看起来，美国有560架，中国有30架，俄罗斯20架，日本10架，大概是这样的比例。所以7架还好，就是那其他的所谓的真主党啦，等等啦，这个这纳坦雅胡有没有活着或有没有死，我不太确定。不过纳坦雅胡也应该准备去当无缝啊，比较实际啊。我这样讲川普、纳坦雅胡跟那个伊朗的领导人，不管哪一个，都是疯子，都是疯子。那既然疯子跟疯子打架，我们就看热闹就好了。好，这是有关于纳坦雅胡至今到底他的生死，杨老师又如何看？那另外就是川普也放话，他说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可能已经死了。现在看起来好像双方已经进入到心理战了嘛？杨老师怎么看？为了战争的时候，这种心理战或者是宣传战，这也是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嘛，影响士气啊，影响国际上的支持啊、判断啊，最重要，它也影响股市跟投资嘛。因为这个战争它又牵扯到的是石油跟经济。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在西方社会美国大概在这种宣传跟我们讲 propaganda 或者是 narrative 一个是比较听起来负面一点，另外一个是一种论述的建构。美国似乎已经不是完全主导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对于战争的这种叙事大概他的盟邦国家已经不太买单了。他自己内部其实也是分裂的，不太买川普的这个说法。因此，就有《纽约时报》这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叫“这个战争是一个人的战争，不是川普的战争。”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战争。内塔尼亚胡10月7号要进行选举，在战争发生之前2月份的时候，连续的民调其实对他的这个政党维持的就是多数并不利。那因此你就看到2024年的时候，连续2次他想要引拜登政府进来帮以色列去打伊朗，他没有成功。那个一次是在叙利亚打伊朗大使馆，另外一次是在德黑兰暗杀哈马斯的领袖。可是你看，去年到现在，他2次成功的引导川普介入跟伊朗的战争，而且等于是直接攻打。去年还好，只是打所谓的核子武器，打完这就停下来，好像还言之有物。那但是呢，今年其实这种斩首到现在，他已经不知道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对这个领袖在做一种所谓生死的这种猜测，这也可能在战争当中的的确确是有受伤。那个影片呢，我也看了一些报道，的的确确有一些很应该被质疑的真的是前后不太符合。而且影片他那个6根手指头很明显，所以他后来在数手指头是告诉你，我手指头很清楚啊，可是呢，他那个戒指又不断的变动。不过那个可能是拍摄角度有各种的说法，所以你就看现在已经变成宣传战、心理战了。变成就是在主导这个至少社群网站上面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可是它会不会影响到真正地面跟这个空中的轰炸呢？那我觉得其实它的影响是有限。最后还是会回到这个战争要怎么去进行。好，那舰长又如何看这一次这个伊朗它的攻势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它打到美军基地，打到了驻外使馆，打到以色列各个城市等等。如果我们来看纳坦雅胡的在咖啡厅的那张照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也就是它是后面有一个看板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因为我们大家对于希伯来文都不太了解，可是就有网友把所有希伯来文的字母排在旁边，发现那些字不是希伯来文。那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戒指有位置有问题之外，那另外一个也就是希伯来文的部分啊。那另外我们讲到说，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不断外溢啊。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其实是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那被无人机攻击的照片啊。那但是我们赫然发现啊，
原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的顶楼上面是有雷达的，这个是 Saab 公司的 Giraffe X1 的这个雷达，也就是这种小型的雷达，它150公斤，那它在4公里之内的所有的小型目标，它都可以侦测到。所以美国早就已经预警说，未来在中东它要遇到的问题未必只是弹道飞弹而已。可能他要遇到的是更多的这个无人机。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不对称的战争呢？是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说？我们看到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它不断的公布，例如说像这一种可以发射鱼雷或者是飞弹的小艇，还有水雷的这种小艇，那它都使用各种的飞弹进行攻击。可是你觉得它的价格是对称的吗？是不对称的。那也就是如此，然后而且呢，它这一种小艇到底有多少艘嘞？那当然啦，我们来看，如果在战前的话，那其实这个也就是一眼看不完啦。那一眼看不完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最近跟着伊朗的视角来看的话，它其实这同样的这种小艇，它也已经有一部分放在它的一个地下掩体里面。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圆圆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水雷啊。那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之前讲到那种 AI 的电动水雷啊。那个我们接下来讲说啊，为什么这一场战争其实也等于就是俄乌战争的一个遗绪，也就是当时不注重俄乌战争战场的一个形态的改变的国家，现在就在吃大亏，那个就是美国。他一直认为这种精准武器很好用，但是精准武器实际上来讲非常昂贵。那现在为什么他在中东打得那么准？是因为他也没办法反击。我们看一下啊，有关于这一个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对于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是什么？是美国把所有的飞弹通通集中在以色列。为什么集中在以色列？其实真正的问题就在于飞弹是有限的。那可是对于这一种无人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见证者136，或者是刚刚的那种布雷的，或者是我那种布雷的小艇，它也可以变成一种无人的水面艇，然后直接去撞击，其实那个造成的破坏更大。所以我们讲说，现在的战争如果用以前的装备的话，其实可能就要吃大亏了。好，谢谢县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现在要来特别关心到是这一场战事，现在在白宫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尤其我们先来看到副总统范斯被曝他是不愿意卷入这一场长期的战争当中的，所以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跟川普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此刻呢，有一个人认为说，美国你应该要赶快宣布胜利，在这个时候找个借口，赶快下车吧。他主张的就是要降低冲突的高官，就是美国的 AI 沙皇萨克斯了。好，除了萨克斯这一次公开来成为这个美国内部高官第一个出来呼吁赶快结束战争的之外，我们要来看到 CNN 也说了，他们认为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川普是很难宣告胜利的，原因有非常多。我们先来看到其中几个。他说，荷姆兹海峡的危机一直在发酵，你美军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而且你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伊朗的政权也没有崩溃啊，而且核问题到现在还是持续的，伊朗国内也没有掀起所谓的革命或者是内乱，国民的民族意识反而变得更团结。再来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了，现在明显的两个人的战略目标已经不一样了。美国再来就是国内的政治压力不断的升高，尤其美国民众现在也都是反战的，因为他们认为通膨跟伤亡对美国非常的不利。赶快来看到英国智库怎么说。他说，美国目前的战略正在重蹈覆辙当年1990到19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之后的伊拉克路线，即使在军事上面是
落败的，经济也受挫，但是原本的政权到现在经过重组，仍然他们是可以继续稳坐统治地位的，并不会受到影响。金融时报是这样说的：美军在伊朗的冲突当中，短短时间内消耗掉了数年份的关键军事库存，美国的海军未来几年都会感受到这一次消耗带来的后遗症，尤其是战斧巡弋飞弹是目前为止消耗最严重的一款武器。以色列的方面也亮起了红灯，拦截飞弹库存已经降到了极低的水准，美国跟以色列都可能面临的是弹药的压力。来自于前 CIA 资深分析师，他就做了一个很严重的示警，他说如果战争再持续，对以色列不利，以色列可能会动用它的核武器。等一下，我们也要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关注以色列会不会最终真的动了核武器。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这个美国的 AI 白宫沙皇，他提出来对于川普的这个退场机制，川普现在目前的胜算是不是一直在降低当中？杨老师怎么看？你知道从战争到现在媒体的报道在白宫里面有3股力量，一个就是这个 AI 沙皇萨克斯甚至他的白宫幕僚长以及副总统范斯，其实是反对这场战争继续再打下去。另外一个呢是几个参议员，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播客其实是强力支持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还有一个就是 MAGA 的这个代表，那比较模糊。这里显现什么？川普自己犹豫不决，他其实让这些人不断的在对外的讲话。这个白宫沙皇萨克斯，他是在一个这个 podcast 里面谈到的，后来财新杂志 Fortune 把它给登出来。他觉得现在这个战争这个关键点，因为已经开始在派海军陆战队，会不会接下来会战争扩大变地面战争，或者是继续的轰炸？那他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有3个发展第一个是双方可能都会相互的攻击石油设施，这个时候荷姆斯海峡已经不重要了。第二个是整个波斯湾地区的海水淡化设备可能会被攻击，这个会造成波斯湾海湾国家大概大多数国家50%到70%它的饮用水都是海水淡化设施。第3个呢，他就担心刚刚提到的以色列可能最后会使用核武，所以他就希望赶快趁好就收。这个时候你就宣布胜利，你就停止攻击，然后呢，伊朗他可能会再表态一下，进入到一个冷和的状态。这个是我觉得代表萨克斯、万斯他们现在所希望能够这样子一个走向。看起来，伊朗也就是说，川普还没有决定，因为他会让这些言论不断的在外面去再谈，而且媒体会在报道。否则的话，川普应该自己很清楚他自己的方向的，然后呢，他也没有去制止这些言论的这种竞争、相互的这个表态，所以显现出这个战争其实一直还是不断的在随着一些因素在变化。那我是觉得也的的确确，他这些变化可能自己本身要了解到，它的变化不是你自己掌控，因为可能伊朗也会反应，伊朗也会回击，或者一些特殊的事件，一个飞弹万一这个掉落的打得不准，打到了和这个比如说能源设施巴林的，那这个就相互还击，这个事情就开始变得比较就是难以预测。所以这个战争现在的发展，你看到从战场上到白宫都是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这种竞合的主张。好，那如果我们以纯是军事武器来做评估，吕舰长又怎么看？现在美以的弹药库越来越紧张，似乎是告急了。那也是为什么川普施压，希望更多国家加入吗？韩国总统李在明已经说了，他无能为力。什么无能为力？也就是他境内的萨德跟爱国者已经部分的被拉到那个中东战场去了。那到底有这么需要这些装备呢？那因为我们现在都很难找到这一个有关于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或者海法的这一些照片，但是想尽办法还是要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特拉维夫的照片整个街景其实是非常残破的那而且呢，处处失火。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办公大楼因为这一些无人机或者是弹道飞弹打的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呢？因为就是刚刚
有明老师特别提到的有关于叙事的部分。那这一个以色列要尽可能压迫，他们怎么压迫？他就是把路口监视器都拆了，然后他还把家户前面的防盗的这一些监视器，他也全部拆掉。那也就是因为他担心，因为现在这一些都是直接可以透过网络就可以看到内容的，所以大家都为了这样以色列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不断的让大家知道说以色列现在的状况。但是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国内的冲突的话，以色列现在各大城市都有抗议啊。那而且以色列的无论是他的警察或者他的政报部队，都向这些人民投掷这种闪光弹啊。那到底这些弹药缺到什么地步？我们看另外一种做法，也就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它对于石油的部分，它出不了这一个霍姆兹海峡，可是它其实有东西油管，它可以从红海这边出来。那它可以从红海出来，当然阿联酋也是如此。那现在这也就是红海变成重中之重了。如何证明？我们来看一下啊，最新的这一个密商科技，也就是中国大陆因为这一场战争现在越来越红的这一个商用卫星，我们就看到，其实为什么我们福特号它一直都在红海的北端？因为它就是在护航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个北方的出口的这个港口。那另外呢，我们就看到说有关于这一个他们派了迪利波里号去，迪利波里号呢要去还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从现在最新的位置来看，它还在南海啊。从南海它跨过马六甲，它到印度洋，最少还有1个礼拜以上的时间。那所以这个是川普他其实这也是一种威慑，也就是我准备动用地面部队，可是未必真的会动用地面部队。但是我们从这种种的来看的话，其实美国的战局远远他打的这个恶劣的程度，远远超过当初川普的想象。那美国呢？美国会继续重蹈当初的波湾或伊拉克战争吗？委员又怎么看？或另外就是以色列会不会用核弹？战争有它自己的动力。有时候战争一启动，就不是你当事人那么轻松可以做决定的，因为它是一种战略博弈，双方你出招我出招，然后你出招未必我预料到，我出招也未必你预料得到，所以在这种战略博弈里面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是你 AI 撒谎讲什么，你 BI 撒谎讲什么，最后都是一粒的 BI 啦。好，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就你现在美国想撤，你怎么撤？简单讲。你现在撤就是等于把荷姆斯海峡交给他伊朗去控制嘛，所以你美国整个战略几十年来的战略全部崩盘嘛。那跟伊拉克跟波斯湾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场战争。我不晓得这个英国智库怎么会把它混在一起啊？波斯湾战争是1990年产生的，什么意思？它是因为伊拉克侵略了科威特，所以美国去保卫科威特，那是有高度的正当性，而且整个战略规划了半年，规划半年的时候，战事非常的顺利，所以1年多就结束了。第二个，这个伊拉克战争是在2003年，几乎打了8年。为什么？他推翻海珊，问题是海珊推翻了以后，各种奇奇怪怪武力全跑出来了，包括伊斯兰国通通跑出来了。所以这一场战争对美国来讲伤很大，而且他最早的是拿个洗衣粉，整天被嘲笑啊。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没赢，至少那个战略目标推翻海珊，至少他这个可以交代了。但这一场美国打伊朗，我就讲过，一开始要推翻伊朗的神权政治，然后希望国防军可以来政变，但国防军不敢政变，或者你们联络国防军失败就跟那个普丁一开始攻打基辅一样的情形，但普丁能够赶快做战略转移，那结果川普没有战略转移的方案，因为他这个战略水平美国的战略水平白宫远输给克里姆林宫，从这边可以看出来了所以这个以色列会不会动用核选战？就最早提这个概念是郭正亮了。他说，如果伊朗打这个以色列的海水淡化厂，以色列可能会动用核弹。那我不晓得以色列有没有核弹，我不是很确定。但是如果有的话，以色列纳坦雅胡这种疯狂的状况。